人鬼同屋，你听说过吗？眼前的这座神秘山寨被称为天下第一土家寨，它建在一块巨石之上，四周都是绝壁，顶部平坦开阔，水源充沛。过去在这块巨石之上曾经生活过500-600人，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大家从空中看，榆木寨的地形像不像一个点将台？在这座寨子里有2座庞大的墓葬群，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财富和权势。其中有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叫做人鬼同屋。这里是榆木寨，位于湖北利川市牟道镇，重庆与湖北的交界处。进出这里只能通过一条几米宽的掩体山梁进入寨子，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现在呢来到了进入榆木寨的这个山梁上，我相信从空中的视角，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薄薄的山梁。这边雕刻有榆木寨的字样，这一面崖壁上有一些孔洞，应该是插木头做吊桥用的。或许以前为了御敌，在寨楼前方设有吊桥，除了村民通行，还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用途。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面貌了。眼前这一座就是榆木寨的寨楼，寨楼修得非常结实，楼上的方孔应该是预留的射击孔。在这个地方把守啊，两边都是悬崖峭壁，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寨门也非常的厚实，在冷兵器时代有人把守的情况下，想要攻破此门谈何容易。通过寨楼往前走没多远就到寨里，榆木寨居住的全部是土家族人，至今还有20多户在这里居住。这里有人鬼同屋的习俗，他们崇尚后死薄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下生活，但对于死去的先人则要厚葬。他们认为先人可以庇佑后代，因此榆木寨中最神秘的就是古代的墓葬群了。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橡子墓和双寿居，一个代表权势，一个代表财力。其中双寿居就被称为人鬼同屋的代表。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2座神秘的墓葬。穿过寨子左侧的一片松树林，我们就来到了橡子墓。该墓为土堆墓，占地约60平方米。墓前刻有同治5年的镂孔雕圆弧形墓碑，碑高3米，宽2.8米，上面刻有主人姓名、生卒和人物细纹形象浮雕。橡子墓是榆木寨墓葬艺术的典范代表，它的寿葬碑是3箱3层4柱的楼阁状，最上层是一个方形的龛顶，4角翘檐，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第2层主体为神龛，上边刻有皇恩宠赐的字样，四周是双龙抢珠的透雕装饰，神龛内外布满浮雕，非常的漂亮。底层是正拱门通向墓室，两侧刻有千秋功名成语录，一生笑傲寄烟霞。墓主人橡子啊，因乐善好施而被朝廷赠赐9品封典，官虽不大，但名声显赫，是当地权贵的象征。离开橡子墓，我们来到了寨子上，看到2栋超大的4合院，但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建筑。走到下面，遇到一位老人家，非常的客气。他告诉我，这2栋4合院是之前大地主住的地方，也是寨子里最有钱的人。后来被赶走之后啊，房子就空下来了。当然，现在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老人家非常客气，告诉我他家就住在这里，偶尔有游客来，也给游客做饭。言谈之间，我也有一些饿了，就叫老人家给我做了一碗面条。他还专门去地里采了自己种的小青菜，别说这面条真是好吃，我一口气就吃完。老人家很讲究，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过呀，老人家也跟我聊了，说外地游客到乡下来呀，看到我这一老太婆煮东西，怕是好多人都不敢吃哦。我说你放心啊，现在的人啊都很好，况且你这么爱干净，人家肯定是愿意来的啦。大家说是不是？告别了老人家，我们来到了双寿居。没错，这里就是人鬼同屋的地方了。该墓是墓主人生前修建，1866年开始修建，1869年完工，耗时3年多才修建完成。
双寿居为院落式墓葬，有廊有院，共3门2进，占地100余平方米。穿过侧门来到墓碑前，就能看到双寿居了。这是2位老人合葬的墓，从上面的双寿居字样就能判断出来。墓地紧挨着屋子，俨然一座小型的宫殿。碑上雕刻的一部分是忠孝典故，一部分是本地风物。墓碑雕刻非常精美，碑分3层3箱，底层嵌镂空雕，上层刻防狼物语、龙凤花草、人物细纹共90余件。每到逢年过节呀，子孙都会把饭菜摆放在墓碑前，和祖先共饮共餐。这一户主人为何要修建这人鬼同住的墓地呢？听刚刚煮面给我吃的老人讲啊，其实这家人在当时来讲并不是很富裕，只是一个富农。大家知道吧，按以前的分级啊，富农上面有半地主富农，上面呢才是地主，所以说富农比地主是要低2个级别的，并不算富有。只不过墓主人本身就是石匠，所以才修建了如此豪华的墓室。当初把墓地修建在房子边上呢，或许是为了更方便作业，也说不准。怎么样，朋友们？如果让你来居住在旁边的房子里，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就只能带大伙儿逛到这里。榆木寨还有山阳关、亮梯子等等古迹，距离寨中都比较远，而且路不好走。据说亮梯子是一根一根的木料插入崖壁孔洞中，做成梯子，逐节攀升上崖壁，犹如云梯一般直上天际，脚下就是万丈悬崖，没有任何的保护，非常需要胆量才敢来行走啊！如果你有兴趣，可安排一整天的行程去挑战一下。我是阿泰，关注我，带你看遍乡村美景、人文风情。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涪陵的816地下核工程。在2002年之前，没有人知道山上这根150米高的烟囱是干什么的。上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建一个核工厂。经过多次考察论证，选址在重庆涪陵的白涛镇。1966年，6万多人接到这项神秘任务，随后消失在这大山之中17年之久。为了保密，白涛镇的地名也随之从地图上消失20年。为修建该工程，整座大山被掏空，整个洞内错综复杂，轴向叠加，全长有20余公里，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主洞厅高达79.6米，道路、导洞、支洞、隧道以及竖井130多条，犹如地下迷宫。钢筋编织的墙体非常的坚固，可以预防100万吨当量氢弹的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建筑。2010年作为景区开放，一个埋藏在地下50年的秘密才被世人所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816工程为护国而建，又因和平而停，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也留下了永恒的中国精神。这边就是地下816工程的一个入口，虽然我也不太了解啊，不过不妨碍我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门票呢是60元，如果你有机会来重庆，建议大家都来这里看一看。进入这个洞口，我们需要乘坐摆渡车从这个溶洞往里边走，大概呢有1-2公里的一个路程。那么从我们刚刚坐车进来，它是一个大平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主为地表层，地表下呢是有6层，地表上也有6层，总层数是12层，但是它的这个层高呢是我们现在住房的2倍，
如果换算成现在的楼房的高度，那么就是24层楼的高度。现在呢，我们就往地下层去看地下的这些核设施。在我们前方的就是9号的引水洞。9号引水洞长3公里，是整个工程的供水系统，主要作为冷却用水，供给反应堆3回路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座核工厂建在乌江边上的原因，因为它的用水量是巨大的。这个呢，就是1:1仿制的我国1965年爆炸成功的第1颗原子弹的模型。这个房间里是816工程的一个展厅，来这里大家可以详细的看。101工号是816工程的最大洞室，也是主反应堆所在地。按它的工艺流程，上下共有12层，其中核心区域是3楼反应堆锅底，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锅底上方呢有很多的小圆孔，一共是2001个，是安装核燃料棒的插槽，与8楼反应堆的堆芯2001个圆孔呢形成一一对应。反应堆经过中子的碰撞与能量交换过后，会产生3种物质。核反应堆一旦运作起来，它的核辐射是非常强大的。一旦核反应堆出现状况，那么人要全副武装，经过这个小门进来进行检查，而进来所待的时间最多就30几秒，立马就要出去，而出去的人呢，基本上也是活不长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01的仪表室，这里面的仪表总共有1034块。你们知道吗？在60、70年代，人们的工资一个月就几十块钱，而这一块表的价格就1000多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8楼的反应堆大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亮管的下方这些圆孔？它跟3楼的反应堆锅底上边的那些孔洞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整个中间这一个区域，它从第1层到12层全部是贯通的。这个顶上呢有2根大梁，这2个大梁呢就是用来吊装下面所有的设备，而这2根大梁每根的重量都是100多吨，直到现在为止也没能搞清楚在这个狭窄的空间100多吨的大梁是如何安装上去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排风洞，整个山体的内部通风全靠山上的一个烟囱，就是通过这些排风孔跟上面的烟囱进行相连。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冒那么大一个烟囱会不会被敌人发现？这个呢就是当时他们选址的一个玄妙之处。首先在重庆的3城本身就是雾天比较多，而这个地址选在乌江边上，就更好的起到了隐蔽的作用。但如果说在晴天没有雾的情况下，实际上在洞里面是可以人为的制造水蒸气，让整个山上呢布满迷雾，外界呢就没有办法查看到这里的情况。整个工程的建造真的是让人惊叹不已啊！先辈们的流血流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伟大的先烈，致敬伟大的祖国。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利川蒙道镇的唐田下这个地方。这个下边呢有一个洞穴叫罗家岩洞啊，有一户人家呢居住在这里面好多年，现在呢好像是没有居住了。不过我们下去探访一下啊，看一下这边这些土地也都是全部荒废的，然后长了很多的茅草啊。这个岩洞人家应该是还在下面吧。我从这个上边下来，经过那几个废弃的房子人家，然后再经过这一片茅草的林地，是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道，继续的往这个下边走。我估计这个岩洞就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看一下对面的这些山啊，特别美的一个地方，这隐居的好地方啊。这一路上去全部是这种石梯，他们当初装这个石梯的时候，我觉得也挺费劲的吧。哎，走到这里之后，发现有一道门，这地方感觉好复古啊！来，朋友们看一下，像一个山寨门一样啊。走到这里之后，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呀！怎么会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太美了哈！但是这个悬崖有点高啊，步梯比较陡。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会搬走了，不在这里住了？我有点搞不懂啊！住在这里多爽！到了吗？是到了吗？好像是到了哈。哇，这个地方啊，这户人家搬走了，是不是太可惜了？上边还有水流下来啊，雨大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变成这个瀑布，是吧？一片竹林，这里一片竹林，继续过去，可能还在前边。这个地方真是有点漂亮啊。它这里的地形地貌感觉有点像赤水丹霞的那个地貌。就是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阴凉，然后门前都是大片的这个竹子。哎，到这儿来看一下哈，这边有2个小的这个猪圈牛圈。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住人的。这个上方呢，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那么房屋呢，就建在这个岩墙的下边，而且房屋都没有顶的，可能是拆掉了吧，以前可能有顶。它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这些步道都搞得很好啊。离上面的公路大概是1公里左右，但是它都是铺上这种石梯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方便的了，生活在这里，走上去也不远，大概就1公里左右就可以到公路，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啊，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岩壁的下方啊，严丝合缝。你看这些地方严丝合缝，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呀？这个房屋全部是泥巴做的，也就是土墙。可能你们看到那些是砖，但那个砖呢也是泥巴来敲成砖之后呢，把它晒干，然后再这样把这个房子做好的。所以说它整个房子的结构就是泥巴啊，加上一些这个木料。这边呢就叫做罗家岩洞啊，还是历史建筑，应该是超过100年了。这个地方啊，个人感觉真的很不错，适合隐居的一个好地方。住在这儿非常的清静幽静，然后上方呢还有水滴下来。现在因为是干旱的季节嘛，如果说在夏季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水门帘哈，妥妥的一个水帘洞的居住所，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他们喝水的水缸，看到吧？这接得满满的。
然后这水源就从这个岩洞里面流出来，这就是他们喝的水。这个水真正的山泉水啊，绝对是超级好喝的。这里挨着一排都是水缸，但是目前用的喝的水呢，就是那口水缸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放了两块这个石板，这儿呢就是洗衣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呢都有点光滑啊，估计就是一个洗衣台，长期搓衣服。这里是一个迷你的小猪圈，这个猪圈搞得像古建筑一样的，看吧，很小一间啊，我感觉猪长太大了，都有点转不动，都是喂猪的。这里这几间都是喂猪的，感觉以前他们家呀，应该是养了好多的动物吧，养的猪啊、鸡啊。现在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地上有好多的鸡粪。这边呢放了2个石磨，这是磨粗粮的，一上一下2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农村的这个石磨不用了之后，你要好好的给它放好，不能乱扔的啊。这个地方虽然说叫做罗家岩洞啊，但实际上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呢是姓王。我刚刚从上面村民那儿了解到，我也问了村里面70、80岁的老人，他们也说不清楚这个地方建了多少年了。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呢，就是一家8口人，是姓王，不是姓罗。虽然这个地方叫罗家岩洞啊，也有可能在王姓之前是姓罗的，对吧？我在这儿转了一会儿了，我发现它这个大门建的比较特别啊，它是歪着开的。我们普通的大门啊，正常建房子的大门呢，它就是正开的，对吧？而它这个地方呢是歪开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你看大门的一个位置，它这个下方的石头是侧着摆过去的，这个地方留出来了，我看大概有1.5尺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把这个门呢给它斜着开的，这就正儿八经的是一道歪门。那么为什么建房子要用歪门呢？如果说在一些大一点的古村落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歪门邪道，它的那个目的呢，可能是预防别人啊一眼就看到他家的中堂，或者说是冲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一家人住在这个岩洞中，这个门也是歪着开的，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了。大家有没有明白的？它这个门为什么要歪着开？这边这2间是堆杂物的，这个位置好像可以走进去一下，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进深啊。其实它的整个宽度很大的，这个里面都很杂乱了啊，东西都堆得乱七八糟的，包括上面的东西也坍塌了，所以整个已经是荒废了好多年了。那我们说了，它这个是进深是2间，你看，所以说整个进深是比较长啊。这地方也是以前养牛的。那么大概整个房屋从这个外面这个大门这边开始往里面延伸呢，应该是10米啊到10多米的这么一个进深的空间。我觉得这一户人家居住的地方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在这里住了上百年的时间，最近几年又搬走了，我觉得挺可惜的。假如说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搬走啊。大家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地方居住啊？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想来看一下的也可以来看一下，真的是特别适合隐居和清静的一个好地方啊。如果说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生活，想要来大山感受这份宁静，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要爬坡了，下期再见，拜拜。
在湖北恩施的交谊台村，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边哈。据说要到那户人家去探访呢，需要穿过清江古河床，路上呢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走吧，大家跟我一起去探访一下。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我都听到里面有声音了，因为来这里玩的人还挺多的。果然啊，要去到独家寨还要穿这么一个溶洞，经过这个溶洞穿过去，然后才到独家寨。这一堆的这个石头啊，也是这个溶洞的顶部坍塌，然后在这个地方堆积的。这个平的地方呢，就是若干年以前的这个河床啊，河床。我估计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到这个里面来乘凉，太凉快了。因为它是穿洞，这个整个风呢是对流的，所以在这个下边待着会非常的凉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洞的顶部啊是非常的光滑，能够感受到上亿年前这个河水的冲刷呀，所以说呢，整个穿洞的顶部看去很光滑。哇，这个穿洞里面真的是太凉爽了啊！夏季乘凉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地方。下面又非常的平啊，我们目测一下，应该有好几亩地的一个面积。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全部是溶洞。我刚刚从那个洞口出来，然后这儿呢又有一个洞口。这个穿洞是过来穿过的第二一个山洞，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在远古时代啊，这些缝隙里面绝对是有大鱼的。看一下，像这个洞底的这些地方啊，一看的话就知道是以前的这个河底啊，淤泥上面都是淤泥。对吧？河流慢慢的下迁的这些淤泥呢，不断的就流走，所以说就留下了这个石腔，非常的震撼啊！继续的向前走吧，应该离独家寨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夏季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这里避暑，并且可以在这个穿洞的下面搭帐篷，在这里住个几天也是可以的，因为真的太凉快了啊！穿过这个古河床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独家寨。这户人家就住在这个岩壁之上，看一下后面来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一条龙？然后这里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的水也深不见底啊。然后应该是从这个地方上去就到独家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你们就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几边都是悬崖峭壁，他居住的地方呢也是悬崖峭壁之上，正好在住人的地方啊，它是有一大块的平地啊。我们走到这儿呢，这里还有一个石头砌的这个房子，这个干啥的不知道啊。房屋很小，可能只能躺一个人吧。那从这个步梯上来呢，就是独家寨了。看到没有？这里还挂有一面旗帜，独家寨。有没有感觉像以前的这种土匪寨子一样？住在这个上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正好进寨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洞门。那么上面一道门一关，你到哪儿也上不去啊，从哪个地方你也上不来。这个地方真的是。你们几个来了多久了？有1-3个小时，1个多小时。我们从11点等到。哦，你们是学生是吧？对。我刚刚正好在上面看到你们了。那个无人机的，无人机是不是就是你吧？
对对对。大哥，就是能咋的呀？就是给要一点，就是那个你无人机航拍的那些素材呀。你加微信，到时候我发给你。好，太好了呀！您是不是摄影爱好者，还是您就是自媒体？摄影自媒体，帮人家做业务都在做。哦，你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是广播电视编导的。对，就跟您一样。那你们出镜讲呗？你们要不要采访？我们也是要采访，我们这次只是提前来踩点，对，我们下次才能正式拍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上边，走到这个门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整大片的土地，这土地我目测一下，应该是有好几亩吧，3、4亩左右。那么它的后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屏障一样的，很高啊，人员是进不来。这个房屋的两侧都是峡谷，整个前面呢是包裹住的。它这个房子呢，它是反向建设的，也就是说在这边头部的位置还是高山，所以说住在这儿挺安全啊，三面绝壁，也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吃饭没得是？没有啊，我讲话你听得懂啊？你一个人在这边啊？哦，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哦？50几年。50几年。你好吧，都才50几岁吧？58了。58了，从小就在这里。那现在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呢？现在就是我和父亲嘛。你们家贵姓啊？我姓秦的。秦。秦始皇的。秦始皇的秦哈。你们当时啷会想到搬到这儿来住啊？这儿挺不方便的呀。那过去是很偏僻嘛。过去哈。然后逼起来的嘛。逼起来的。我们原来那个朝的。71年、70年左右。哦，房子烧掉了。没当时做了。哦。都说98年我是想的，我收的现在收够，那时候挣了4000多块钱，包包头那个是活些。哪个是4000多块钱哦？哦，那是什么？一晚上给老子搞起跑掉，当时下去都搞死个，拽死一个闪一个，后面跑出一个。一说有人来抢你。那是3个啊，我只跟你差不多，3个。哦，晓得你有几千块钱。我弟弟有去分到噻，他说什么？那时候都说，那个时候不算穷，我说随时的一个家庭的还是，那个时候有几百块钱赚到还是不算不错。那个时候有几千块钱是不得了的哦。那个时候几千块钱，真的相当于现在啊10几20万了。对。当时你这个房子为啷个不修到啊？这个修在这点呢？有啷个考虑啊？他那个时候那里有家人活，他那时候个反正他该还钱个有的。哦，年轻的个人。这个下面的这个水有好深啊？有20-30丈啊。20-30丈，有鱼没得？有啊，我要是我过年都得去钓啊。大个呗。大的还有20-30斤的。钓到过没得哦？我都钓个10大斤的，那我也是亲自看到别个。可能猪儿啊，月猪儿弄个长头。伸头我在我这那接的回都没洗手的。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啊？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那个是国家的噻，又不是我是人的。哦。你几个小孩呢？单身哪里有小孩啊？小孩啊，强的。你是单身？啊。人长撇的，你条件也差，地方也坐得撇，那个时候，他就是这样噻。那你们父母亲都在吗？母亲一楼离。哦，父亲在。你现在就是你们2父子。哎。那你家兄弟啊？兄弟在土校噻。哦，他搬出去了。他住校。那个姑娘都在23年。哦，等于这边现在就是你们2父子住了嘛？啊。那你现在也可以找个老伴了。这事情也还真难说啊。咦，你想不想找？那问的人多得很，然后走啊走就该走脚打，他个就是脚板听个走脚打，走牙打。我看你这个人相当不错，我觉得也有可能有这种了。我们这视频发出去之后，有人问了，你只要说你是单身的话。有的朋友啊，可能担心他这个地方有没有水吃，实际上是有水吃的。就在这个崖壁的下方，这里有一个存水的地方，我们到这儿来看一下，看一下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水。然后，它这个整个地方呢，就像一艘小船，
房屋的后面那儿凸出来了一点，整个后面就是大崖壁。这个后山啊，也是比较陡的。这一片地呢也有7、8亩地，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就跟大家说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据这个大叔讲啊，这儿呢很久以前可能是茶马古道，因为他们搬进来呢也就是50多年吧。他几岁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搬进来的，然后他们原先也不住在这里住在外面。好像房子被烧了之后呢，他父亲不得已才带着他呢到这个地方重新建房子。当他们在这里重新建房子的时候呢，他们之前的住户已经搬走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住人是要追溯到几百年前，只是他们到这儿呢才几十年。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从来的路上你们也能够感受到，对吧？要穿过那样的清江古河床，然后再到这里。而且刚刚这个大叔讲了他边上这个深不见底的水池里面有大货都有几十斤的鱼。喜欢钓鱼的，我觉得不妨在这里蹲守几天，看看能不能搞到大鱼搞到大鱼的话，也可以跟大叔他共同来分享，对吧？那朋友们，这里的视频的话，大概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我现在呢要返回去，还要开车到利川市去居住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梅潭县的永兴茶海这里呢是连片的万亩茶海，非常的漂亮。今天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亲一起过来，在这边呢参加采茶的一个比赛活动带你们去看一看带大家逛了中国茶海之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中国茶城。去年的时候我在茶城一家店里面喝到了一款特别好喝的那个手工茶喝了一次就忘不了。又时隔1年我们再到这里来逛一逛，看看还能不能喝到那个茶。走吧。张姐又让你真来喝茶喽。好，走。好嘞，好嘞，好嘞。给你们泡杯茶哈。要得，要得。哎，这个茶还是就是前年我们来喝那种哎，对。这个茶真的是喝了一次都忘不了感谢你们的信任嘛。做嘛的？泡杯茶。我那里。这个茶喝起来它的入口非常的舒服。更重要的是，我们喝茶喝了很久之后，它都有这种回味的甘甜，包括它的香型的这个层次，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这个手工茶它是有灵魂的一款茶，因为它真的是结合了我们手工师傅几十年的这个工艺，不像这个就是机器制茶，它是统一的规格、统一的规范。那么手工茶呢，它就有不确定性每一个师傅制作出来的茶，它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师傅他在制作这个茶叶的时候我听张姐说，他根本不跟别人说话的，也就是有别人去跟他聊天，他都不理的。他是专心致志的制茶，做了几十年的茶。所以我说这个手工茶，它跟这个机械茶的对比呢，就是手工茶它是这个师傅几十年的制茶工艺的一个结晶。用我的话说就是手工茶
它是有灵魂的，喝起来的感觉层次是更丰富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喝过一次茶之后啊，我就想起来这个味道啊，每年都要在这里来品一品，这个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当然我说的这些呢，可能需要你有一定的喝茶的一个基础啊，可能长期喝茶的人，他能够去感受到这个茶叶的不一样。当然我们本身不怎么喝茶，或者说就是随便喝的，可能还不大能够感受得到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乡村阿泰。很多朋友啊都在问我，你们的贵州茶叶到底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说，你们可以看看我们这里的这个茶山面貌，大概就知道一二了。而且我们贵州呢，主打它是生态牌，政府对于茶叶的品控其实它是零容忍的，所以没有任何的茶农敢乱来。这个月的15号啊，我们贵州第15届茶博会就在梅潭县举行啊，届时呢，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品茶。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茶山的风光，而且咱们这个茶叶呢，是直接可以采摘出来就进嘴的，这样吃了是可以吞掉的。这个茶呢，就是正儿八经的干净茶了。叫我吃点茶呢？教你采茶。啊，我也是今年的人，我也不会啦。你是个黄昏棒子哦。哦，我也是哦。你看嘛，我是今年的，你看我半天都采不得苦啊。搞了半天你都在心事喽。你看嘛。才多年了的，他们都这些。哪些在高手嘛？他们这些都是高手噻。你是哪儿的哟？你观音镇的。哪儿的观音？嗯。观音是个村儿吗？啊，观音镇。观音镇。开心点哦，你是在捡钱哦。捡钱啊！捡钱。茶山的魅力不仅在于无限的茶海，更在于这里勤劳的人们把这一片茶园打造得井井有条，非常漂亮。生活在这里就像住进了天然的氧吧。茶农们每天早早起床，挑战险峻的山路，到达茶树前进行精细化的采摘。这里的茶海是茶农的摇篮，经历几百年的淬炼，形成了茶山特有的风土人情。品茶是茶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品茶的过程需要我们耐心的、细致的去感受茶叶的鲜香和味道。我们贵州人啊，崇尚人山水自然的一个融合。就像我身后这片茶园，是不是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这里是茶中有林，林中有茶，更多的是融合大自然。就像我们贵州对外的宣传语一样，干净前茶，全球共享。走进茶山，走进茶文化，品味的不仅仅是美好的味道，更是感受万物的生命力。太不可思议了，朋友们！在重庆涪陵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3个巨大的石头。这3个石头就像是被谁扔在这里的一样，其中有一个石头中间被齐整整的断开，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切割开的一样。当地人称之为雷打石。这个石头到底是如何裂开的，至今都是一个谜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山里啊，我跟大家的心情一样，也是想迫不及待的看一看这个石头。就在我们的这个前方，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石头了，其中的雷打石就是这个石头，看一下，真的超级的大。从这里这么大的一个石头，缝隙就在这个位置吧。我们到前面去转一圈看看，大家看得到我吗？我站在这个石头下面，让你们感受一下这种压迫感。一开始我以为这个石头比较小不大，但是你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这个石头，是不是非常的巨大？像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啊，它的中间怎么会齐整整的裂开一条缝，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地方啊是3个巨大的石头，这个上边是2个，然后
这里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刚刚我站在那里，你们是不是感觉我像一个小鸡仔一样，对不对？可以衬托出这个石头到底有多大，非常的震撼。真的，这几个石头就好像是谁凭空从天上扔下来的一样，太神奇了！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工啊！而且这个缝隙这个地方是可以过去的，带你们到那个缝隙那儿去看一下，好吧？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可能从空中看那个缝隙比较小，实际上这个空隙应该是有超过1米的一个宽度吧。这儿就到达这个缝隙的位置了。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缝隙。整个这个裂缝呢，它也不是说特别整齐，说像刀切的一样，它就是光滑的从这个地方裂开。我们可以看到上眼口，像外面的话，很光滑，但是靠里面的话，它可能是经过若干年的风化、雨水的这个冲洗啊、拍打，那么会有一些风化。当然，这个缝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方都对应的非常好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几个石头是哪个神仙扔在这里的？如果这个石头不是从空中扔下来的，它怎么会从中间裂开呢？很神奇啊！我们走到这个缝隙里面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是贴合的一个状态，只是从这个地方裂开了。上方的口子呢就张得大一点，大概有1米左右的一个口子，这个下方呢就窄一点啊，也就是几十公分。那么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印记，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整个石头。你看这些，包括每一个地方的凹凸的地方，它都是能够对应得上的，可以确定它就是一块石头从中间断开的。当地的村民呢称这个为雷打石，这个呢只是一个传说啊。那么有没有雷打石呢？我告诉大家，实际是有的。在我们大山深处的一些石头里面，它有洞穴，一些蜈蚣呢，它就会住在这些洞穴里面。蜈蚣它是会接电的，每当电闪雷鸣的时候啊，它有可能接到闪电，这个时候呢，它就会被雷劈，就会出现什么雷打石。但是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石头会被劈得七零八落，就不会说像这里这样整整齐齐的断开了。所以说这个石头是雷打石的可能性，我觉得比较小。那么又有朋友说，会不会是地壳的下沉让这个石头自然的断开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河里面的时候捡到一个团团的石头，往远处扔去的时候，即使是砸到别的大的石头上，它也不大可能从中间齐整整的断开，而是边上破一些皮啊，破一些石碎。而且这个石头它本身是比较坚硬的，我们不要说下面下沉它断开，即使我们用一个千斤顶把它顶起来，它也不可能断开的。有时候啊，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就像这个石头，它是如何裂开的呢？反正我是无法理解，你们能理解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这个石梯的步道下山去，估计下边是有人居住啊，我们下去探访一下。这个下山的路全部是这种石梯，我是从这个山上走下来的。这个石梯呢，一直坐到这个地方。这边种有一些这个桂花树吧。你这是种的洋芋啊？哦，远哦。哎，洋芋都长那么深喽。你这个是中间还要套种东西是吧？中间种包谷啊？哦，
哦，中间就踩不得哈。不要紧，踩下没事。嘿嘿嘿嘿。这点留在你的家人了。哦。抽不抽烟？我不抽，谢谢。我都还没给你装烟，我不抽。你不抽？我看到二有条路下来，我就走下来看哈。它那个路是，它那个石梯是走哪儿去了哇？这就下那个点河堤嘛。就下河。啊，是旅游区吗？旅游区嘛，对吧？那现在没人了。现在就是说个人不搞了嘛。不搞了，废了。啊，他们把搞的人都个人调北地城去了。咦，我看你们那个房子都还是土墙啊。我们这儿这没在这儿住。哦，没在这儿住。哦，只有在这儿种着。就在这儿种田哈。我们房子买呀，高头新农村的。新农镇的嘛。哦。不买高头的，我们在这儿种点田，没管它，就是弄个屋建它。哦。房子嘛都几百年了。是几百年了哈。那没得时间陪你玩哈。没得事，我就在这边耍，你忙你的活儿，忙活儿才重要。这个地方这一块石头感觉有讲究啊！你看这一片，一整块石头，这边就是这个房子。这房子里面住的人呢都搬走了，他们现在是下来在这个地方种地。这个地形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这下边是一道河，而且这个河谷还比较深。他们的这个旅游步道，看一看哈，我是从那个地方走下来的。那个石梯呢，从这里下来就到这个河沟里边，然后再通过这个河流转过去。从这边过去呢，那边上去就是新农镇啊。这户人家呢，这里这个房子呢，它就是居住在这个山包的下方，而且这里有一整片的这个平地啊，位置非常的险要啊。下边有河流隔断，后面呢又是大山。你们看一下这个来龙，对吧？这个三重那边过来，然后正好到这里断开，这里有一个房子，然后下方呢就是河流围住。有没有感觉这个地形非常的牛啊，朋友们？这里这一个石头，从那边走过来呢，就感觉是一块石头，但是从我现在站的这个视角来看，有没有像一只龙爪手？这个地形真的是有讲究啊！不知道在这里居住的以前的人啊，是不是在朝中有当官啊？然后对面的山形是这样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垭口，而这个房子居住在这里呢，它正好可以通过这个垭口可以看出去。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房子啊，都是土墙。这个房子呢，至今呢已经是200-300年的历史了吧？刚刚那个大哥说的。有很多朋友啊，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土墙是怎么做的，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土墙中间还加有这个木板。实际上呢，它是两边用这个木板给它关起来，做成一个木板的盒子，然后把这个泥巴加上水放进去，用这个木锤子一锤一锤的给它夯实，然后呢，这样子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往上递增，这样把这个土墙筑起来的。这个呢也讲究很好的这个技术啊，技术不好的基本上你筑不了这么高的墙。有的筑到一半可能就倒掉了，所以说它这个技术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我们上来看一下。哎，娘，吃饭没有？吃饭了。哦，你要去种地是吧？哎，种地。哦，那你去种地吧，我看一下。哎，你看一下嘛。还没吃饭呢。啊？还没吃饭呢。我吃了的，在上面吃了早餐的。吃了早餐的。你去忙你的，你们要干活。我就在这边看哈。小弟，你是哪儿的？我啊，我是贵州的。啊。哎，贵州还有点远哈。远。都懂，差不多都懂。有想到湖南说跟你讲的懂都不懂。他少数民族你又听不懂嘛？就是嘛。少数民族听不懂，汉族的说话都听得懂。哎，好。
看这里这个土墙，竟然张开了这么多的口子，它依然是没有偏差的，所以厉害啊！以前的这种特别古老的这个工艺确实厉害啊！你看这些缝隙这么大了，但它的墙体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直。你这里看到好多老古董啊，这还挂了一个算盘放在这里。这个房子是后来做的，但是这个房子呢，也都应该是超过100年了。看到这些土墙啊，不知道大家第一想到的什么？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这户人家肯定是大户人家哈，在以前的话。那么看这个地方竟然是住的2层啊，下面还有地下1层，都是土墙。可能是下面放一些贵重的东西啊，上边呢住人，对吧？这个房屋真的是令我太佩服了，全部是这个木料和篱笆，竟然把这个房屋建到了3层，特别是它的墙体啊，全部是这个篱笆来夯实上去的土墙。3层的这个土墙房，竟然在这个地方屹立几百年不倒。看到这些墙壁上的缝隙啊，也能够感受到几百年的沧桑，但是它的墙体依然没有变形，这可能比现在的很多砖瓦结构的房屋的质量还要好，大家说是不是？太牛了啊！然后还做了这个什么阳台，对吧？2楼和3楼它还做了这个阳台，可以说这是我拍视频几年来遇到的最牛的房子了。哦，100年前这个地方还开过店，我就说这个地方好嘛。100年前这个地方是茶马古道，也就是说来往经商的人、过路的人都要经过这里。100年前在这个房子里面就开过店，是什么概念？而且很有可能在100-200年。这一座房子里面居住的人是有当那种大职的人存在啊。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哈，我还要爬石梯上去，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奉节的汉奎门。上一次来汉奎门啊，点子不佳，把无人机给飞炸机了，所以就没有拍视频。这次呢，又神戳戳的路过这里，那我得好好跟大家拍一下这个视频，让大家看一看世界第1大山门是什么样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上边呢有一条公路，这儿是观景台，我所站的这个位置有一个亭子，当然这里也是可以观景的。我们镜头移过来，到达下边这个村庄，看一下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天坑村的感觉。这边的这一片崖壁啊，如果说在下大雨的时候啊，看到没有？这里有水，这里有水，这边也有水，可能是像一个扇形瀑布一样，非常的漂亮。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遇到下大雨啊，所以说就看不到这种景观了。汉奎门啊，以前是一个景区。好像门票是10块还是20块，搞不清楚。但是现在是全免费的一个状态哈，大家可以直接到下面去，也可以在上面的观景台来看，反正都是不收费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叫汉奎门呢？因为它与长江三峡自然景观奎门相似，那个呢是在水上的门，这个呢是旱地上的门。从我的感官来说啊，汉奎门更加的像一道门。大家感觉可能从镜头中看呢，这也不是很大呀，但实际上啊，这一道门有600多米高，2山之间形成的这个门道啊，也有400米宽的天然石大门，被地质界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山体石门。在远古时代呀，这一道600多米的巨大山体石门，就好像把这个村庄关在了里面，与世隔绝。这个门呢，也是这个村庄出山的唯一通道。
以前大家有没有听老人说啊，不要到山那边去，山那边有危险，有野兽，充满未知。所以说，小孩子呢就在这一片地方玩耍啊，谁也不敢到山外面去。后来呢，人们慢慢的冲破枷锁，冲破禁锢，才到山外面去，才感受到山外面广阔的天空啊。所以说呀，人啊不要循规蹈矩，要敢于创新，敢于拼搏，敢于冲破过去的枷锁，你才能够看到外面广阔的天空。现在呢，我就用无人机的镜头，让你们从里面的视角看看山外的视角是什么样子的。只要过了那个山门啊，外面就是海阔天空。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巫溪县，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2000多年的悬棺群。这个地方呢，就是巫溪县县城的一角哈，下方这条河叫大宁河，我们呢就是沿着大宁河逆流而上，大概20多公里呢，就到达悬棺葬的地方。这个地方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我觉得生活在巫溪县那是相当的舒服啊。白天在城里面上班，晚上呢来到这个河边，对吧？在河边悠闲的吃吃烧烤，吹吹牛，拉拉家常。所以说呀，在这个小县城里面生活呀，有小县城的这种惬意，大家说是不是？沿着这个大宁河往上走啊，这一路都是这样特别高深的峡谷啊，风景非常的漂亮。这条峡谷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过来玩一下，因为它峡谷比较深，然后在这些峡谷的一些缝隙中呢，如果在涨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那种小的那种瀑布啊。边上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山洞，看一下上方的崖壁，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公路的落差应该是在200米左右。这个前方这儿好像之前打造过景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运行。这个山上呢，就是前方那里大家看到吗？像有一个刀片山，但是好像上面好多电线呀。等一下回来的时候看看要不要拍一下。这个前方呢，就是有一户人家呀，靠做梦发财的神奇鱼泉，说的就是这里这家人啊，也是在这条公路上，看到没有？前面的字样神奇鱼泉，然后就是鱼泉就在这个房子的下面啊。我今天呢就不进去了，因为上一次已经跟大家拍过视频了。不过你们有机会走到这里来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哈，也是比较奇特的景观。朋友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悬棺所在地啊，这个地方叫做金竹坝。那么这里有一块文物保护牌匾啊，金竹坝岩棺群。我们从空中看呢，这个地形也比较特别，
下方呢是大宁河的支流，然后两边呢都有很高的崖壁，岩关呢就在左侧这个崖壁上。现在我来到了河边哦，大家先看一下这里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我们就在这一片崖壁上来寻找，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我看一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中间有一条岩缝，那么那里看到有一些黑色的盒子，估计那个呢就是玄关了。我们先把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吧。据他们当地的专家考证啊，此处岩关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哇，2000多年啊，朋友们，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这些岩关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这些岩关都是千年不朽木啊，据说是整根的金丝楠木。我们把镜头抵近来看一下哈，发现这里是一整排的岩关，而且摆放的非常好。虽然说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化哈，但依然能够看到岩关的一个完整程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岩关呢，它就是一整棵金丝楠木，然后抠出一个可以躺人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把这个岩关合起来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用到这种棺材呢，不知道大家能追溯到什么年代。这一排排的岩棺全部是金丝楠木啊，如果说放在现在的话，真的是价值连城，是不是？岩棺呢也是有多种多样的放法，有的地方呢它是打那个木支架，然后把这个棺材放在木支架上，有的呢是放在洞穴之中，有的呢是放在岩层的一些夹缝里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放在夹缝之中的。我们注意看啊，这个棺材的盖子和底座，它的两头都有很粗的这种毛孔，这个呢应该是穿绳索用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崖壁呢，估计是从上方吊绳索下来，把这个悬棺呢放在这个位置的。这个边上这一栋悬棺的盖子已经是被打开了，或许是风大吹刮下来，还是什么原因，咱也不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呢，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东西啊。即使是有呢，也早就风化掉了吧。感觉远古时代的人还真的挺厉害的，能够在这样的地方把这个悬棺放进去啊，那都是一个超级大工程。包括以前用的绳索，它要用这么牢固的绳索呢，它是没有现在这种科技的，只能是用山上的一些藤子啊，什么东西的来做这个绳索。要吊几百斤重的棺木到这个半悬崖来放在这里面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挑战啊。据网络上的资料记载啊，考古专家呢是上去考古骨，发现呢棺材里面呢它是有男的有女的也有小孩的这些尸骨，而且呢这个棺材里面啊有陪葬的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从这些景象呢可以判定啊，可能以前只有一些贵族啊，他才会具备悬棺葬的这种资格，因为他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嘛，普通人可能做不到。那有朋友又问了，你怎么去判定都是贵族呢？因为这个考古专家的结果呢，就是这些悬棺里面有老人、有大人、有小孩，他并不是葬德高望重的人，而是什么？他这个家族是一个贵族，他的所有人呢都把他安葬在这个上面。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回事啊。不管是考古专家也好，我们在这里猜测也好，2000多年的事啊，我们真的是没有把握啊，也不敢确定他当时是怎么操作的。就比如说这个悬棺，它是如何弄上去的？我们想到的可能是用绳子吊下来，对吧？但或许他们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呢，也说不清楚，对不对？朋友们，你们觉得古人为什么要把棺材葬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昨天我从遵义700公里的赶程啊，昨天晚上是住在无锡县城的，今天一早呢就赶过来这个山里啊，马上就下去李大娘他们家。我本来说呀买点东西找人背下去一下，结果这里都没有人，他们也没有背篓，没有办法，我只能弄这个棍子挑着，这一挑真的50-60斤，朋友们，我这个下去再上来，我也是够的了。而且这个路特别滑，它都有好多树叶，一不小心就要滑。我这个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挑到。累死我了，朋友们！从上面下来都这么累，可想而知，从下面背东西上去的话有多累。我都佩服我自己啊，竟然把这50、60斤的东西挑都给它挑下来了。这个地方下去最难走，太陡了。哎呀，下来这里就到了。马上就到。吃饭了没得哟？啊？上次来过的。那个大娘是的，是吧？记得我吧？记得我的哈。哦。我本来说上面找个人帮我挑起下来，我找不到人。哎，我都没得办法。我天，这挑坏。重我50、60斤我可能。我这是就是这种事情恼火啊！你不是？我都晓得你们肯定都挑起恼火得很。都转来了，他们都转来了。你脚好点了没得呗？我这送货噻。送货点了哈。我的还不得行。做活儿还不得行。挑弄个送我。我才好久来过的啊，是半个月前哈，是不是啊？这有没有半个月？你们回来好久的？你们是13号回来的？个把月了哈要。13号。哦，他们13号回来的。你在这儿来还提前。提前，我来就是你也干了嘛。关阳的房子好多钱？好多钱啊？房子买8年多少钱的双。等于以前就买了的哈。以前是14年买的噻。14年就买了的哈。你这个贵姓呢？我又搞忘了，他们我晓得姓李哟。我上的门，我姓马噻。姓马哈。你烧中饭是你们都要吃了吗？是？我都吃。都吃哈。带累饭的。直接的挤下来蛋呐。海阔江南，闲雨锁惆怅。听得湖畔君遥讲，心不知所向。画船箫鼓声声唱，曲曲断人肠。谁家墙头有美似芬芳？还切腊肉呀？腊肉啊！你们吃不吃腊肉啊？吃啊！一般就不吃那个腊肉哎。吃啊！正好你切腊肉，就是想尝下人家腊肉哎。我这个也还是只是看哈，这是就天天杀的这个来。往年这里没得腊肉的。往年都没得，今年有哈。往年那个今年猪得很，对不上枪。往年只有猪瘟。比如说前年、上前年，那有人是个啥病呢？没有，好多没得过那种。三回头望，这山还有啊？有啊，专门给我腌着炒肉吃啊。纯洁渴望。你们吃不吃羊呀？吃啊。吃啊。我就是给你。这洋芋口排好吃啊。现在他们一般给他不吃羊的呀。可是人在寻我，从此苦渡火，江南花已凋落。
可几人在心窝，从此苦乐。江南花一凋落，怎堪再斟酌？可怜良辰不多。是啊。那我就跟你们说清楚了，我就要走嘞。说清楚了，跟对，我也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了嘛，人家说噻，是不是吧？我了解你们的情况嘛，了解了嘛，我也要跟人家说噻，是吧？好吧，回你们的心。那我就先走了，又吃，老人好吃得很。要多久才爬得上去？哎，快，那我走嘞。顶个3、40分钟，好，40分钟差不多。40分钟。那走了，谢谢喽。好。朋友们，大家好。从李大娘家吃了饭呢，已经回城了，现在在山腰。有很多朋友肯定好奇啊，耶，我托你带钱给李大娘他们，你怎么没有拍出来呀？是这样的，这一次来呢，这个他们一家3个人都在，我了解的情况呢就更加的详细一点。当然之前李大娘跟我聊的这些话呢，也都是基本属实的，包括这个马叔是上门的，对吧？儿子呢是眼睛看不见，包括马叔呢也是去挖葛根把这个脚给压断了，到医院去又花了好几千块钱。还有一些情况呢是上次没有了解到的，他们是有房子的啊，早在2014年呢。马叔就已经把这个房子买到了关阳镇上，那个时候是花了10几万。那么我呢也是本着对事件的真实性负责，对吧？很详细的问了他们家的情况。那确实，因为他的脚被压到了之后呢，是在外面寄了几千块钱去把这个脚给治好啊，现在呢在养伤阶段。但是呢，这个马叔跟我说呀，外面别人也有欠他几千块钱。所以呢，他们家现在的状况是不负债的，也就是说不欠任何人的钱。住的地方呢，关阳镇有自己买的房子，现在住的地方呢，只是说种庄稼的时候来这里种，在种庄稼的时候，这个家里是不能离人的，因为这个猴子老是来骚扰，对吧？因为确实有10几位朋友呢转钱给我了，让我烧给李大娘。那么我这里呢也把名单贴出来，大家看一下，总的呢是4900块钱。我本来想啊，虽然他们不负债，但一家3个人呢，目前来说，确实就李大娘得力一点，对吧？我想着还是把网友的心意转给他们，但是马叔呢是婉言拒绝的，那么我就没有过于的强求。那么大家转给我的钱呢，我会原封不动的原路转给大家哈。买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我自己掏钱买来下去看望李大娘的。整个事情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好吧，朋友们。贵州一小伙儿厌倦了打工生活，带着妻儿隐居山洞，过着世外般的桃源生活。当时怎么会想到来这个山洞？以前我也在广东打工，一个月工资就3000多块。尽管我省吃俭用，想多带些钱回家，天天闹交下饭，但辛苦了几年下来也没存到啥钱，所以我就决定回到老家，来到这个山洞里面居住。住在里面没有压力，也没有房贷车贷的负担，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醒来就去山上溜达一圈，空气又好，顺便割点猪草回来喂猪，养肥了过年的时候猪腊肉。我这个山洞里面有地下暗河，河里有鱼，门前自己种点菜，有朋友到我这里来都不用买菜，我就把腊肉鱼拿来招呼他们，反正我自己也吃不完。以后我就在家乡不出去了，就在山洞里面喂点猪，养点鸡，还养了几10箱蜜蜂，没事再去山上搞点野山货，一年到头比外面打工收入还多，而且没有压力，自给自足还自由，不用被人管，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动身啊！
在贵州沿河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住在半山腰上，周围呢全部都是原始森林。不管这户人家往哪里出山，没有1个多小时都出不了山。那么这一户人家为何会居住在这森林之中呢？曾经我航拍过这里的一个视频，有2母女呢居住在这里。今天不知道进去探访能不能遇到他们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铜仁沿河县的大山里啊，我们今天要去山里探访一独户人家。我从下边那个村寨那儿走上来，还要翻过这个垭口，过去呢有一个毛马路，然后再往前行大概半个多小时呢，会到达几户人家那儿，然后继续再往前走半个多小时呢，才会到达我们要去的那一独户人家。今天这个路程我都不想说了。这是翻过来的公路啊，有些朋友啊喜欢跟我吹牛，说这个路都不敢开。哎，我告诉你们，首先我的车是2驱的，像这种路的话，它是稀皮溜，而且下方上来的地方呢是非常的陡的，那必定是打滑。包括我前一段时间说去那个石子路啊，然后有的人说这个路都不敢开。哎，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吹牛了，我好歹也是开过20-30万公里车的人。什么路况能不能去，什么样的车况，我心里有数的。这种路的话，就是一开一滑，稍微有点坡，基本上就上不来。这个路上好多折耳根呐。走过来之后，这边还发现有一个寨子啊，这里有好多户人家呢，大家看看这里房屋。住哪边？吃饭没到人家？吃了。你们这里没几个人住的了哈。赶紧打工去了。哎，我说这里原先有好多家人呢，有10家没了？ 10家有，10家多哈。啊。现在都出去了。啊，主要是打工去了。你们要万一没几个老年人在屋头？出来有6-7个老年人出来。6-7个老年人哈。啊。现在我已经走过了这边这个小村寨，可能还有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这个山腰呀，虽然只住了1家人，但是它这个路呢还挺宽敞的，是不是这条路以前是上边这个村寨啊下山的这个主要通道啊，也说不清楚。这边呢，大家可以看看是一望无际的大山和原始森林。你说要是这边没有人居住的话，谁会往这里跑啊，对吧？路都没有。这是他们家拉的电线，直接挂在这个松树杆上的。他们整个房屋的周边的这些土地呢，都有种起来，种的好像是玉米吧。都耍呀？2年做了哇？哦，真宝贵哦。2只狗在那里，我都不敢前进。阿姨他们1家人住在这里啊，他在田里干活，我让他过来说我们到他家去玩一下。你们这儿就在你们一家人？啊，这只是我们一家人。现在几个人在家嘛？现在就是我们2个了。小孩呢？现在打工去了，赶紧打工去了哈。我们3个姐姐啊，3个都成人了。都结婚了？3个崽崽都结婚了。啊。那你这福气好嘞。福气好，都拖不动啊。拖不动，他们结婚了嘛，自己管自己了噻。俺自己也凶啊。是。我们姑娘去阿干打发。去年哪个时候？那要20几啊。我去年飞机过来拍过的。哦，去年。啊。就是去年。不是我们这边来，我们姑娘去。你姑娘看到人了嘛？我都看到你们姑娘的了嘛。我们到了在后头打工，都收头去了。我们姑娘才打工才转来。啊。打工才转来半个月。哦，我就看到是你和你们姑娘在家里面是吧？对的。好巧啊！上一次航拍了他们这里的视频发出去，竟然被他们看到了。看到嘛就算了嘛。啊，看到就算的。哎呀！你吃饭嘛？啊？吃饭嘛？起了，不管我。吃别吃饭。不管我，起了。你们还种了好多考研呢？我们这个
我爸姐身体不好都没整。哦，就是我姑娘带开车，我带对了。他开辆车把你带走了啊？给摸着车。拽到哪里了吧？就是把腰给拽了。腰给拽了？我叔说了。搞口皮也拽破了？这是干床，从他不是这样。我的天！好危险。是有给我给动手术了，啥几个都没整好了，是到问是没有好了。哦。我就是哪位？不整啊！我真的我不啊。啊？不整啊！我都不的。啥买一个糖不了，抓点糖来吃。抓点糖来吃。你这是哪个糖啊？这是自己做的吗？是啊。这是哪个糖啊？枫糖。枫糖来做的？耶，我还没吃过，我吃惯，吃一块噻。那你怎么了啊？还可以这个味道。哎，这个是枫糖加啷个做的啊？加面粉？糯米。枫糖加糯米做的？嗯，你这个糖吃起来可以啊。它也不是很甜哈。哎呀，阿姨这个糖做的不错，我感觉都可以卖了的，挺好吃的。当我自己送，这个拿给你。哪呀？10吧，9。那就管拿的锅烧拿起了。送给你。你拿的钱？我带起来了的。你锅烧又空了起了。送给你了，我把我的顺便带起的。这是10毛。我还有枫糖拿的，可以枫糖噻。不，我看到你自己的枫糖。耶，你这个枫糖好枫糖。推下手不能很4斤称起来那个。很手的哈。现在什么天气了？你们看看还是冻着的。阿姨太客气了，搞一点他们家的蜂蜜。你们啷个会一家人住在这儿呢？没住在上面的寨子？我们是买的这不得了啊。买在这边的。我们把这个是到我们公司要。哪个时候买的啊？20年的。花了好钱买的啊？花了个5-6万。这都5-6万买在这儿来。我们给搞得这么土哎，都是木的。我们只那个301还没有了啊。301还买的？有好多301啊？我们301跑有400多亩500亩。6万块钱就买的。好划算哦。有划算，5-6万块钱只要打好多，多少几10万。外面都是这么拖路喽，这拖路他们不会买过来喽。我们在外面抓地兄多啊，买了土地。你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地兄多，没得土地的。对，看这停车山林好啊，房子好都没得这么热喽。哇，400-500亩山林多哦。那个停车山林就好买我们噻。山林土地房子一下买。总共6万多。20多年前。你们还是有钱的哦，20多年前拿那么多钱出来。这一直都把人家做活了。一直在外面做活儿哈。这边一切有好。哎呦，这个阿姨，可以。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阿姨家的土蜂蜜，很香啊。走了这么久的路，喝一碗蜂蜜舒服多了。你我跟你说，没得钱吧？不住。他现在就他又不是他的钱，是啊，现在我这去了。没吃好些。你们信哪个啊？他们这不是姓张，我们这不是姓周。花那么多钱买到这儿来。是啊，这儿不难。就是走路太懒得走的。走不凶。上面小小一来回给退回，一来有些接他们，现在又送他们。你不接他不来？都不来。这东西都不来。我就比了。带起娃儿带不下来哈。咦，我都佩服你们那个时候6万多块钱买这个，6万多块钱应该在城里面都买到房子吧？这没用了，没用我们没得房子了。他爸爸给想没了，不买还有脚了哇。那你们的老人那些是在那边哈？老人家的过世啦。婆家干的过世，娘家还给黑嘛。这个过世黑嘛。那你的娃现在都没出去过哈？我没有哪里出去过一年。出去外头一个月买了好了，说不说就回来了。这里啊，你不管种的啷个都麻烦哈。麻烦。弄不出去。你这儿不是很有条件搞养殖吗？养牛啊，养羊子啊，岂不是好得很吗？
我要找我姐妹一直我要找我不去抢。没听懂。他往给啥？你都忘过样子呢？忘过，我们月子一层都是我样子啊。全部没得了。不是卖的他自己撕的。是不是找石英熬的哦？不是啊，就给人家这到公来狗，摸鱼啊一狗，我一定是给15块。哦，狗熬的。都从我钱都我不去抢，冻了洗了都我不去抢，都没问我。但是我有几个酒都没我样子了，有10几块，有3个水的，有7、8个。哦，那你现在的牛都是垒在山上去了哈。大家看一下，他们那个房子是15住的，15住的房子我真的是第一次见，我没见过。我见过最多的就是12根柱头。你要干活，你也干会儿。我要不要吃饭去啊？不煮，我不吃，不煮。走了呢，我走了。叫鞋抓，叫我做成个小媒体去啊？不行了，不行，我今天要走。上班去啊？好，耽误你时间的哟。真可以。这个地方环境啊，真的非常的不错。这个阿姨呢也非常的客气啊，因为我在她家吃饭，一直都叫我吃饭。我想着她又要现煮嘛，很麻烦。然后呢，喝了一点他们的那个土蜂蜜啊，那个真的好喝。主要是这个阿姨她也要干活，所以呢，我不宜在她这里待得太久啊，影响她干活。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家这2条狗啊，它是属于那种缩头狗，它就在你身后，它也不出声，没准干你2口的话就得不偿失，所以我都不敢待得太久啊。我还一直以为他们呢原先就在这里居住，没想到阿姨说的是他们家呢有5兄弟，然后没有土地种，那个时候呢又带着3个小孩，一家5口人呢，这个没有土地种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他们就6万块钱在这个地方买了这个房子，然后搭上这一片4、500亩的这个山林土地。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呢，我的第一反应呢也是觉得他应该在城里买房子啊。但是这个在山里买土地买房子和在城里买房子呢，还真的不好说哪边呢更有性价比。很多时候的话，真的就是选择的问题。如果选择在城里买房，那你要想一下，那个时候呢，一个人在家带3个小孩，一个人出去打工挣钱来养活一家5口呢，其实也不可能剩得下钱。那么居住在大山里呢，最起码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你看，它有这么一片森林，现在呢养了10几头牛，一年呢也可以挣点钱。哎，朋友们，如果说给你一个选择题，一边呢是到山里买一栋房子和几百亩的山林土地，一边呢在城里买一栋房子，你会选择哪一边？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